他们以为砸钱就能买来科技独立，结果只是烧出一地鸡毛。10年3000亿，3代大基金，一场自上而下的科技豪赌。中国要摆脱美国技术封锁，实现芯片自主化的野望，从2014年到2025年，愣是撒出了一堆看起来很努力的钱，但到头来砸下去的是万亿级的财政负担，换来的却是几台连启动都成问题的光刻机。悲惨到什么程度？有供应链高管苦笑着对媒体说，国产光刻工具还是一片空白。那些被捧上神坛的国产之光，到头来居然沦为工厂角落的摆设。上海微电子的光刻机已经安装1年，却始终运行不正常。中芯国际和长鑫存储因为使用国产设备良率崩盘，直接把产能当成了废品处理。这不是一句还有很大进步空间能概括的，而是整个国家被卡脖子卡到了骨头里。要知道，光刻技术是半导体制造的灵魂，没有光刻机，你连3纳米芯片的影子都看不到。而中国制造这台关键设备已经落后世界10到15年。2024年年底 ，ASML CEO 克里斯托夫·富凯在接受荷兰媒体采访时直言，中国根本无法获得 EUV 光刻机，也根本无法和 ASML 竞争。这句毫不客气的话，把中国科技工业梦直接打回原形。现在全球光刻机市场上 ，ASML 占 79%， 日本尼康占 17%， 而中国只有一个叫思密的公司，还只能在低端 I 线光刻机里混个 4% 的边角料市占率。那还不是主力产品，是几十年前的老年机。CSET美国乔治城大学下属智库今年7月的报告指出，从2019年到2024年，中国在国产光刻设备上的进展几乎为零，不是原地踏步，而是踏碎了希望。不仅仅是光刻机，整个半导体制造链，中国都被死死按在地上摩擦。2024年，中国买了全球 40% 的芯片制造设备，花了410亿美元。但真正用的是国产的吗？不是，国产设备占比只有 11.3%。CSET 的数据显示，蚀刻工具中国占 11%， 美国和日本合计 88%。沉积设备中国只拿下 7%， 美国一家就吞掉 61%。CMP 设备中国占比只有 11%。应用材料公司一家吃下 60%， 封装测试设备中国在高端领域市占率低到看不见。SOC 测试工具中国只能占 5%， 连清洗晶圆、去除残留胶水这种打杂设备，中国都得依赖进口。设备不行，那材料能不能自给自足？更糟。根据志同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3月发布的报告，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，日本占据 52% 市场份额，主导了光刻胶、硅片、CMP 材料等关键环节。19种核心芯片材料，日本就控制了14种。中国在12英寸硅片、高纯电子气体等高技术材料的国产化率不足 20%。而光刻胶这个环节更像是一场绝望的长跑。GI 线光刻胶国产化率 30%， KrF 光刻胶 10%， ArF 光刻胶 2%， EUV 光刻胶还在实验室里画饼。北京市半导体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指出，整体光刻胶高端国产化率仅 10%， 还面临市场规模小、利润低、企业无心投入的死循环。这是一个连赚钱希望都没有的赛道。再看设计软件领域，芯片设计少不了 EDA， 被称为芯片之母。这块领域全球被3巨头垄断，新思科技、凯登电子、西门子、EDA。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6月报道，这3家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80%， 而国产EDA软件市占率
只有 11.5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设计芯片就得用别人的软件，你的自主设计就如同一个人在别人家的纸上画画，画得再好也不是你的。公众号新潮 IC 今年7月的文章指出，设计一颗3纳米芯片的成本高达10亿美元，其中一代工序和验证流程占了 40%。一旦3巨头断供，整个设计链条瞬间瘫痪。2022年，美国对华实施一代出口限制，2023年升级禁令，2024年进一步封锁，国产一代永远也赶不上它。3期大基金再砸3440亿，造新梦还能圆吗？面对这场全民级科技落败的现实，北京方面当然不甘心。2024年5月，大基金3期成立，注册资本高达3440亿元人民币。据彭博6月报道，将重点投入到一代、光刻机等卡脖子环节，意图堵死中美科技脱钩带来的伤口。但问题来了，前2期已经砸出3000亿，结果是什么？除了贪腐丑闻，就是各种打水漂的项目。2023年，大基金前任总经理丁文武被查，牵出一连串污案。多家受资助企业申报项目造假、套现走人，成了明面上的国企提款机。没有技术沉淀，没有制度透明，没有监管约束，第3期砸下去的3440亿，可能又是一场新的灾难。钱都花哪去了？大基金钱是投科技，还是投关系？你以为这些钱是用来突破技术封锁的？错了。据中国证券报、财新、经济观察网等多家媒体调查，大基金1期、2期的巨额投资早已变了味，钱砸给了关系户公司，技术积累几乎为零，投资集中在熟人圈子，地方政府配套补贴齐上，企业老板套现跑路。一些所谓科技企业连研发部门都没有，却照样拿到上亿投资。2023年起，中国纪检部门已查处多起大基金腐败案，光是一家企业新动能科技就收了大基金 2.4 亿元资金，结果项目烂尾，负责人失联。一句话总结，砸下去的不是钱，是沉没成本，是纳税人的血和泪。中国的芯片困局不是单纯我们技术比人差，而是根子在于研发体系被权力掌控，专家说了不算，领导拍板为王。企业拿项目靠关系，不靠技术，评审委员会成了饭局和酒桌。所谓产学研合作，一层皮两层套，科技成果变成 PPT 和论文堆。在中国体制下，技术突破靠的不是科学家，而是谁会写材料，谁认识部委领导。你永远无法用扭曲的制度去赢一场真正靠技术的战争。国产之光的幻灭背后的冷知识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可能听过一些被热炒的国产芯片突破，比如麒麟芯片回归，华为 Mate 60 Pro 打破封锁， SMIC 已能量产7纳米芯片，长江存储的闪存打入海外市场。但真实情况是，华为的麒麟 9000S 依然严重依赖台积电留下的旧产线，通过绕开制裁做变种版本，但不能大规模复制，更别说3纳米、5纳米级别的竞争力。中芯国际的7纳米良率极低，成本高昂，连苹果、高通这种大客户都不可能使用。华为是被制裁别无选择才做出的应急芯片。长江存储虽然突破了 NAND 制造能力，但关键材料和设备仍是进口的，一旦美国再度制裁，其产线随时可能停摆。你看到的是突破，实际却是打了补丁的残次品。北京方面之所以执着于芯片产业，并非真的为了建设科技强国，而是出于国家安全焦虑。自从中美科技战爆发，北京方面就意识到没有高端芯片，就无法支持 AI、导弹制导、5G 通讯、卫星导航等核心系统。
没有芯片就等于丧失国家主权。但问题是，一边高喊自主可控，一边拼命买美日设备；一边鼓励国产替代，一边企业挤破头去买进口；一边说要走向科技强国，一边却连高端光刻胶都做不出来。芯片之战成了一个自我焦虑、自我封闭、自我欺骗的闭环。不是中国不努力，而是整个制度决定了它永远走不出低端锁定。我们来回顾这10年所谓的芯片突围，3000亿砸进半导体行业，换来国产光刻机连启动都难，国产设备被企业拒之门外，只能强行上岗当试验品。关键材料依赖日本，软件依赖美国，设备依赖欧洲，中国啥都没有完整掌握。高层喊口号，企业套项目，老百姓被动买单，科研人员没话语权。打着科技强国的旗号，其实是政治项目、政绩工程、腐败温床。芯片产业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也绝不是一掷千金就能砸出核心竞争力的领域。靠烧钱，靠政治动员，靠舆论包装，赢不了技术战。而中国现在走的每一步，都是在重复轰轰烈烈上悄无声息垮的老路。等5年后、10年后回头看，恐怕我们会发现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极其昂贵的幻觉。其实北京方面自己也知道，这场芯片战争他打不赢，他能做的就是拖时间、稳局面，演一场又一场突破秀。但现实不会演戏，技术不讲政治，芯片制造不信眼泪，更不信假话。到最后，谁掌握技术，谁就掌握世界。而中国依旧在门外徘徊。